老弟手劲挺大啊！技术爱好技师啊，能使点劲儿，使劲儿！ 30岁出头的少妇，身体都处于绝佳的状态。呀！这渐渐引我的心腰。龙王，龙王，您的师傅上一任龙王已经寿终正寝，您是传说中的预言之子，只有您能带领九州走向繁荣昌盛，请您即刻登基，成为新任龙王。请即刻登基，成为新任龙王。我不去，我还要给人搓澡。龙王，历任龙王只有您掌握了能迷惑人心智的幻术，您是整个九州大陆中唯一的全能六边形战士，新一任龙王非您莫属啊，龙王。 吧吧哒，吧吧哒吧哒。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身材好的女人！我 My boy's being sus, he was 请龙王登基。老子喜欢原装的，快滚！是。走。亮亮姐姐，等等我了。 李逍遥，我代表南宫家的大小姐南宫夜来向你复婚。忘了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九州六路第一武将世家南宫家的大小姐南宫夜的助理傅青青。这是你与我们小姐的婚书，赶紧签字退婚吧。瞧你这口气，我还以为你是南宫夜，原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助理。助理怎么了？ 助理也比你这个下三滥的搓澡师强。我哪里下三滥了？整个九州六路谁不知道你李逍遥啊？是喜欢以打着搓澡为幌子偷看女生洗澡吧？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社会败类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工作。我可是这里的金牌技师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。我们大小姐只有万人之上的龙王才配得上。你赶紧签字吧。你让我签我就签，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除非让我给你说不咋。无耻！放开我！你目中无人，我替你们小姐教训教训你。签字儿，走。去吧，回去给你们小姐交差吧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喂，爷爷。什么？你又给我安排了一门亲事？你就是李逍遥？是的。伯母你好，我就是李逍遥。这个就是记载了上古幻术的秘籍，我把它拿来作为聘礼送给你们家。从此之后，我们便共同进退，荣辱与共。胖子，你竟然敢用假的幻术秘籍来欺骗我们魏家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们魏家啊？整个九州六路，谁不知道幻术早已消失千年？只有那位万人之上的预言之子，3日后即将登基的新龙王才拥有幻术秘籍。李逍遥，你竟然敢假冒伪劣幻术秘籍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魏家呀？简直是胆大妄为！李逍遥，
我本以为你是迫于生计才被迫去做那下三滥的搓澡师，现在看来啊，你根本就是品行低贱，不知悔改。我是不会把兰儿嫁给你的。没错，绝对不能嫁给一个臭名昭著的搓澡师。哎呦，伯父伯母，你们误会我了。这本书它是真的，就是因为它失踪了1000年，所以我才拿出来作为聘礼送给你们家，以表我的诚意啊！满嘴胡言！你呀，就别再用这种假冒伪劣的东西来侮辱我了。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宣布，这场婚约现在就作废。你还不赶快滚出去！伯父伯母，它真的是真的。你该不会说你就是那95至尊的龙王吧？Time stands still while we are wanting you。完美的容貌，完美的身材，完美的女人。龙王，太辣，太符合我胃口了。无耻！你个下三滥的小瘪三，竟然敢觊觎我们魏家千金，你简直是不要脸！我魏家可不是你这种废物能够撒野的地方，现在给我滚出去！伯父伯母，我是带着诚意来提亲的，方才只是对魏小姐的爱意一下子没有说入口啊！我在这里道歉，但是请你们也要注意待客之道。对你这种登徒子，需要什么待客之道？你不过就是一只在阴沟里意淫的老鼠，怎么了？你也当真认为你自己是我们魏家的女婿呀？啊！哎，魏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还请你不要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。我魏郎一直认为职业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我的未婚夫可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搓澡师，但是绝对不能是一个猥琐好色之徒。太好了，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跟我的思想境界倒是情投意合的。我有没有思想，用你来评判。我魏郎一把手把魏家从9州6路籍籍无名的小家族打造成排名第6的大家族，我的能力自然毋庸置疑。那是自然。老婆，闭嘴！谁是你老婆呀？你除了整天偷看女人洗澡，你还能做什么呀？赶紧给我离开魏家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不懂，我李逍遥要泡最辣的女人。兰儿，逍遥哥哥，你终于来娶我了。兰儿，帮我来玩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搓澡。糟了，不能对幻术接受者说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，否则幻术会即刻解除。居然还想给我搓澡，下流！向魏大小姐进行天之交流，你有什么资格配得上？魏大小姐，我黄甫浩今日带着8对巨型龙凤手镯，2条千金项链，100根金砖，古董帝王绿翡翠1尊，向你下聘，希望你嫁给我。天哪！黄甫家那可是9州6路排名第3的大家族，你能来迎娶小女，魏家简直是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！没错，兰儿啊，你还不赶快感谢黄甫先生的抬爱？谢谢黄甫公子，有心了。但是求婚之事，魏郎如今只想搞事业，您的美意，兰儿只能暂时先婉拒。哎呀，兰儿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黄先生。生气呀！无妨，我相信魏大小姐与我深入接触以后，一定会爱上我。我黄甫浩有的是时间，可以的。哼，一个只会送黄金的暴发户，竟能让你们家这么跪舔，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啊！你一个下等的搓澡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打酒？我有没有资格，你说了不算。像你这种垃圾来到魏家，那就是弄脏了魏家的名气，拉低了魏家的档次。
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！让我，你还没有来自。叶逍遥，你不会以为你长着一张嘴在那大呼小叫，你就跟我们是一个阶级？告诉你，你这种废物根本配不上魏小姐。我配不上，那放眼整个九州里，就没有人能配得上了。你还真是迷之自信啊！就算是我黄甫浩都不能说这样的大话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龙王啊？切，龙王，龙王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称号，谁会稀罕？你敢我找死！对，你要死你自己死去，别想连累我们魏家。来人，把这个上不了台面的货色给我扔出去！要扔就扔远点，不要给我们魏家沾边。李逍遥，识趣点吧，赶紧走。看我，放眼整个九州六地，还没有人能赶得走我。真是大有人在。阿飞，老子一会儿卸你胳膊断你狗腿的时候，可是要耽误你上钟的。我今天休息，除非魏小姐想说咱，要不然我是不会上钟的。既然如此，老子今天就把你这个魏家的拦路狗扔出去。逍遥，找死！挖骨刀，黄公子，你这手中的挖骨刀难道就是龙王的？没错，这把挖骨刀就是3日之后即将登基的新龙王身上的肋骨制作而成。据说当年新龙王为了九州大陆的黎民百姓，领命师傅救龙王，孤狼上场，独自前往沧州剿灭叛军。在那场沧州大战中，新龙王以一敌百，断了6根肋骨。沧州大战可是载入九州六路史册的战役，在九州六路浩瀚的历史长河里，只有那位传说中的预言之子才能做得到啊！什么沧州大战，只不过是一群小喽啰而已，我一招就解决。至于那6根肋骨，我是……这也算女人？我的泪！口出狂言！今天就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下班儿！下班李逍遥，你以为你会点3脚猫的妖术，我就会怕你吗？告诉你，我黄甫家已经拿出了7成家产，成为了龙王登基宴的主办方，到时候号召九州六路所有的豪门参加登基宴，而这是我给魏家第5件品，所以你逍遥出局，赶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没关系啊，兰儿，我们3天之后还会见面的。小姐，走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是你，小姐，他就是那个被你退婚的变态偷窥狂李逍遥。这可是新龙王的登基宴，不是流浪狗收容所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了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穿个真是出门丢人现眼。像你这种下等人，有什么资格参加登基宴？这登基宴可是皇甫老爷一手操办的，没有皇甫公子的允许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进。今天咱们要是不小心把你给放进去了，那就真是酿成大错了。我对登基宴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别！无耻！下流！我保安，把这条狗给我看住了，千万不要放出来，打扰了登基宴。
各位能够参加新龙王的登基宴，对九州六路所有豪门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能相聚在这儿，都要感谢龙王大恩。是啊，能够一睹龙王的尊容，对我们苏家来说，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那宛若太阳般的龙王，我们王家这辈子没见上，死也瞑目。感谢皇甫公子给我们这次机会参加龙王登基宴，您的上举我们魏家铭记于心。是啊，我们一定铭记于心。对。想必龙王的绝世容颜，一定能够让整个宴会厅都黯然失色。听说南宫小姐为了龙王，特意把从小订的娃娃亲都给退了。你说李逍遥，他不过是九州六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他与我们南宫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以后不要在我南宫夜面前再提起这桩令人恶心的事情。这个李逍遥，他舔着个狗脸想入赘我们魏家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诸位听好了，我们魏家和那个社会败类没有一点关系，请不要用它玷污我们魏家的声誉。与这个人家撇清关系，乃是明智之举。李逍遥，李逍遥，这是龙王的位置，你怎么敢上去？你不要命了？简直胆大妄为，无知的狗东西，还不快滚下来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，简直就是与整个九州六路为敌？李逍遥，你做事如此不分轻重，难怪兰儿瞧不上你，不愿意嫁给你。大家都围上来，别让这个玷污龙位的逆贼跑了。今夜的新龙王登基宴名留其举，九州六路的所有豪门都齐聚于此，跪拜龙王登基。李逍遥，你敢擅闯进来，这是死罪之一；你敢坐在龙椅上，这是死罪之二。李逍遥，你赶紧下来，不要把事态闹大。兰儿，我身为你的老公，还不需要你来给我指头。至于擅闯，在座的各位九州六路的豪杰们，你们大可以去问问叶云舟，今天晚上的龙王登基宴，如果我获胜，你看他能进行下去？李逍遥，还真是狂得可以。原来这就是魏家大小姐的婚约对象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真不想活了。李逍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现在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冥顽不灵，恬不知耻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胆敢冒犯叶总，还不快跪下来受死！让我跪下，你们承受得起吗？这九州六路家族排名第5的王家掌权人承担不起，那我这个排名第4的苏家掌权人承受得起吗？你瞧瞧你说的这话，你们两个有差别。李逍遥，你放肆也要有限度。苏家家主跟王家家主在整个九州六路，谁人不尊？兰儿，你亲口说的，人人平等，怎么现在又让我尊卑有序？我李逍遥唯一能尊重的人，10天前已经寿终正寝。10天前寿终正寝？你说的是上一代龙王？没错，就是那个糟老头子。李逍遥，你管上一代龙王叫糟老头子，你不要命了？赶紧下跪道歉，否则连我都救不了你。兰儿，你怎么张口闭口就让我跪下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在场这么多人，我跪下多不好看。李逍遥，你还真让人恶心。人家薇兰小姐都说了和你没关系，还张口闭口都以夫自称，真不要脸。怎么，你吃醋了？你无耻之徒，怎么可能让我南宫夜吃醋？李逍遥，既然王家和苏家都承受不起，那我这个九州六路排名第3的皇甫家能不能承受得起？哼，皇甫家。没错，今日的登基宴就是我皇甫家在叶总管的授权下操持，而叶总管是整个九州六路地位仅次于龙王的人，叶家更是九州六路排名第2的家族，所以我皇甫家跟叶总管的关系不言而喻。那我现在再问一遍，皇甫家能不能承受得起？叶总管那可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！不错，据说皇甫家祖上和叶总管祖上有过婚亲关系，虽然年代久远，但是跟叶总管有姻亲关系，这怕是在九州六路都可以横着走。没错，
如今又能操持新龙王的登基宴，想必以后这黄甫家的势力是几大家族都无人能及了。黄甫家在我眼前算个屁！李逍遥，你够了！得罪黄甫家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在座的各位瞧不上我，我不配坐在这个龙椅上，但是我今天搓澡有点累，实在不想下去。你们能奈我何呀？厉逍遥，你一个下等的搓澡师，敢躺在龙椅上，还敢把你的臭脚放在龙椅上，找死去！来人！李潇，你真是自寻死路，死了活该。还好咱们大小姐已经和这个淫贼撇清了关系，要不然咱们南宫家也迟早被这种好色之徒给害。还好无畏家早就看清楚了这狗东西的真实面目，整日不学无术。你要是不对无畏家，肯定会把无畏家拖入地狱。还想和皇甫公子决一雌雄，真是笑话！兰儿，你还不快夸夸英勇的皇甫公子？皇甫公子，兰儿有个不情之请。兰儿，以我们两个的关系，不存在什么不情之请。有什么需求你就说，我皇甫浩上刀山下油锅一定帮。放眼整个九州六路，哪需要黄甫公子上刀山下火海啊？啊，没错，没错。兰儿恳请皇甫公子饶了李逍遥一命。哎呦，还是我兰儿好啊，知道心疼人。厉逍遥还敢赌一手？来人，住手！我看谁敢碰他！主人，还不赶紧跪下！慢着，是位兄哦不，姑娘，你要保他，这根本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。你现在最要紧做的是立刻道歉，为你父亲为黄埔家求得一条生路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现在不立刻向他道歉的话，他还能灭了我黄甫家不成？没错。我黄甫家跟叶家祖上就是姻亲关系，如今又有叶总庇护，在整个九州六路排名第3，在我黄甫家头上只有叶总管和至尊龙。你现在让我这个黄甫家唯一的继承人像个搓澡公公去，你没搞错？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第一，你没有听错；第二，我没有搞错。马上下跪道歉。厉逍遥，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让我跟你道歉？放肆！你他妈敢打我！他说的没错，面你黄甫家，动动嘴就行。如花，现在立刻给叶云舟打电话，让他带着黄甫雄给我滚过来。是，小姐，请。黄甫家主，客气了。刘小姐，这是我们黄甫集团跟您合作的一些地的合同，您过目一下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咱两家的这个100亿的合作就这么敲定了。没什么问题，我先签字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印章忘带了。没有关系，刘小姐，您可以把这个合同带回去，等您盖了章之后再拿给我。啊，另外，这张卡您顺便带回去。那黄甫家主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我在这儿预祝我们的合作一切顺利，合作愉快。啊，我们黄甫家能跟柳小姐合作，那可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黄甫家主不必客气，我知道您也是看中了我背后的权力和势力。您知道，我指的是如花大。这个，黄甫家主，整个九州六路，谁不想知道我和如花大将军的关系？说到底，我确实也是沾了如花大将军的福气，这一点我必须承认。这个柳小姐还是谦虚了啊！在我黄甫心中啊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想当面问问柳小姐。您是想知道我和如花大将军是怎么相识的，对吧？整个九州六路，谁不想知道我和如花大将军是怎么相识的？我一个开女士澡堂的平民是怎么和如花大将军直至？黄甫家主，您说是？
既然柳小姐这么坦诚，那我也就大方承认了。我们是想真正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。毕竟整个九州六路把您和如花大将军的关系啊，那传的是沸沸扬扬的呀。我柳安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整个九州六路茶余饭后的八卦点。毕竟如花大将军鲜少在世人面前露面，听说他的长相十分的有震慑力，还说一个眼神就可以上战杀敌呀。威慑，确实是挺有威慑力的。毕竟整个九州六路啊，对于如花大将军长什么样，他都十分好奇。还有，对你是怎么认识如花大将，也非常好奇啊。那这就是如花大将军。这就是九州六路排名第一的如花大将军。说到底，我和如花大将军的相识，还真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啊！别抬头，快不能！姐妹们，快下场！别让他！别打脸！别打脸！给我起来！你说你是不是偷看洗澡了？我没有，我吃了。散了，今天早关门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哎呀，你居然没死！从小到大能在我的拳头下活起来，你还是第一个呢！你是个高手啊！你这权力确实比男人都大。什么男人不男人的？她可是姑娘，地地道道的姑娘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医药费我给你出了，以后不许骚扰姑娘了。医药费我就不要了，我要你们俩。我们俩？我要你们俩跟我混！这偷看别人洗澡的，那就是没错，就是万人之上的龙王。柳小姐见过龙王啊，那真是让我被羡慕不已啊！那敢问龙王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模样？他龙王的信息是你可以知道的吗？是我逾越了，还请柳小姐多多包涵。哎呀，我就是没见过世面，对龙王一直是非常敬仰，所以说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哎呀，真是。叶总管，哎呀，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黄埔兄，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！我给你10分钟，立刻赶到招标晚宴会场赔罪。若10分钟内不见女人，今夜黄埔家覆灭。叶总管，你何出此言啊？叶总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号不是在操办龙华的登基宴吗？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？柳小姐，抱歉了，我得去一趟登基宴，不然的话，晚了，我们黄埔家就被九州六路给除名了呀！发生什么事儿？怎么会这样？具体来说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我让助理送你回去啊。难道这个百亿订单会打水漂？这个热闹我必须得凑凑。喂，我是柳安，如花将军在吗？已经通知叶总管，叶总管刚才回复说已经命令黄甫雄立刻前往登基宴前来道歉。好，魏小姐，新龙王的登基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，李逍遥要再这么发疯下去，一定会牵连到我。李逍遥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非要闹到无法挽回的局面，你才满意吗？我没有闹，是他们瞧不起我，我实在忍不了啊！行，李逍遥，你赶紧带这个演员走吧，再闹下去，别说是你的命了，就连你请来女演员的命我都保不住了。要他的命很难，要我的命那是难上加难呀！李逍遥，抬头看看天，牛都快被你吹上天了。哦，这里看不到天，难怪你这么无法无天。我今天就坐在这，我倒要看看在场的诸位到底是谁能要得了我的命。你好大的口气，还不快滚下来！不要命的废物！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龙椅，这是九州六路最高的权力象征，是所有人跪拜的地方，连一人之下的叶总管都没资格坐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坐在上面啊？你不能坐，不代表我
就算他叶云州来了，我让他做，他也不肯，他还得跪下来求我让我做。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？他的身份你还不配吗？他说的对，今夜之宴，纵观全场，请。反了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来人！我看你这生怕露怯、大放厥词的模样，应该是排练了很多次了啊！为了今晚这出戏，你倒是没少下功夫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演到什么时候。你说你就不能找一个好点的演员？你瞅这小子长得肥头大耳，不打扮像是个男人，这一打扮，这根本就是个男人嘛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哎，不要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还在后头，再等下去你头都没。不是，现在演员的活这么难找啊！为了陪这小子演出戏，你命都不要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赶紧跑，哪有功夫陪这小子演戏？再演下去啊，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！李逍遥，你到底给这个18线特型女演员灌了什么迷啊？让他对你这么死心塌地？一个下贱的搓澡师，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一个躲在阴沟里意淫的臭老鼠，嘿，现在还演上戏了。你以为你能翻起什么浪花？可惜呀，老二早就看穿你就是那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所以才没再给你机会。李逍遥，没有镜子总有料，你赶紧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现在是个什么贱样子？在龙王的登基大典上大放厥词，肆意妄为。等龙王来了，一定会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让你洗尽孝道，以儆效尤。整个九州六路，谁能让我李逍遥以儆效尤？要不是有我李逍遥，你们能在这里逍遥自在吗？好，见我装了，没见过你这么狠。李逍遥，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李逍遥，我劝你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兰儿，你真好，站着练腿，上来坐着歇会儿。李逍遥，哎，老婆，你简直恬不知耻！李逍遥，谁给你的脸？魏家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竟然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魏小姐，你不要脸，魏小姐还要脸。南宫夜，你是不是看我没有理你，自己又输给了魏兰小姐，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那就把你的嘴闭上，我俩说话哪有你插股份？放肆！李逍遥，你这么跟我们大小姐说话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小姐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你个丫鬟！你说谁是丫鬟？你，我说你呢？李逍遥，你够了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理解，我知道和你解除婚约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打击很大，你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所以才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。你现在马上从那个位置上下来，我可以给你一定的补偿。给我补偿？什么补偿？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。嘿，那我要。老公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玩游戏好，玩游戏。可不可以满足我呀？李逍遥，你做梦！你要是不满足我，那我就在这里再做。李逍遥，你真是一点责任和担当都没有，还算个男人？闭上你的嘴巴！你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叫嚣？活这么大就没见过你这种丑八怪。哦，如花大将军的名号你都没有听过。哼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位演员就是地位仅次于叶总管的如花大将军？一个躲在女人后面的男人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我要是说他就是如花大将军，笑话！他要是如花大将军，那你就是龙王了。整个九州六路谁不知道，只有龙王才能调遣得动如花大将军。李逍遥，你适可而止吧。既然这白眼狼不领情，你又何必给他好脸？
这小子今晚已经捅破了九州六路的天，谁来都没用。你魏大小姐也不行。是啊，魏大小姐，魏家在九州六路能有如今的地位，想必你也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吧？你总不能让魏家所有的努力，在这个好色之徒身上化为尘烟吧？啊！不准再给这个不思进取的废物说话！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魏小姐，我奉请您做，当断则断，不然魏家很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，甚至不复存在。魏小姐，看来这个窝囊废是铁了心要害您，要害魏家。死了也就死了，都是他自找的。魏家能有今天这个地位，那都是你的心事，你可要谨言慎行。李逍遥，你竟然找演员假冒如花大将军，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但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龙王给你留个全尸。李逍遥，我们男儿是心地善良，才愿意在众人面前帮你说两句好话。但是你可别忘了，你和我们魏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可别连累我们魏家。敢让一个冒牌货来冒充如花大将军，你简直是在找死！诸位，放眼整个九州六路，有谁不知道如花大将军奋勇杀敌，身手了得？这要是让如花将军知道了，你和你这个冒牌货都要被大卸八块！大卸八块？如花啊，你敢把我大卸八块吗？属下不敢。抬眼！魏逍遥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黄甫浩，你有眼无珠，你不认识如花大将军，总能认识跟你们家有什么姻亲的这个叶云舟吧？放肆！你敢直呼叶总管淫秽？我不仅敢直呼他叶云舟，我还敢直呼黄甫雄呢。魏逍遥，你敢直呼我爸的名字？我什么身份？你很快就知道。走，很快，10多块，马上，1分钟，1分钟。九州六路的豪门望族，今天龙王的登基宴上，这个人敢坐在龙椅上直呼叶总管，我黄甫浩今日就要用他的项上人头叶总道歉。我九州六路排名第4的苏家赞同黄甫公子的提议，愿意用李逍遥的项上人头给叶总管道歉。我九州六路排名第5的王家赞同黄甫公子的决议，愿意用李逍遥的项上人头给叶总管道歉。我九州六路排名第6的魏家赞同黄甫公子的提议，愿意用李逍遥的项上人头给叶总管道歉。我九州六路武将世家的南宫家赞同黄甫公子的提议，用李逍遥的项上人头来给叶总管道歉。李逍遥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10秒，李逍遥，别在这虚张声势，你真以为我会信你10秒钟之后叶总管出现？5、4、3、2、1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叶总管，今日龙王登基宴上，这小子藐视权威，根本就没把龙王放在眼里，所以还请您责罚。对啊，叶总管，这小子目中无人，完全不把您放在眼里，就应该立刻拉出去斩了。叶总管，我愿替您效劳，亲自操刀，现在就把他拖出去斩了。对付这种人，可不能脏了您的手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五马分尸，让他知道死字怎么写。五马分尸可太便宜他了，像这种眼里没有叶总管的好色之徒，留着这方眼有什么用？就应该挖去他的双眼！混账！我让你说话，还有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今天这里是什么场合？有你们说话的份吗？叶总管，您这是？今天是龙王的登基宴，
岂容你们在这里撒野？叶总管，我们没有撒野，撒野的可是你眼前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混账！你才是不知好歹。叶总管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我们大家都看到，闹事的是这个好死之徒，根本不是我们。混账！你才是好死之徒。叶总管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该打的是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啊！闭嘴！哎呦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叶总管，误会，一定是误会啊！是啊，叶总管，是我们专程等您来收拾他，不是来收拾我们的。我们可是您最忠心的拥护者。误会？你们是在质疑我？叶总管，我们不是质疑您，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。叶总管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私自做主，擅自处罚李逍遥。这件事情是我们逾越了，请您责罚。叶总管责罚。都起来吧。你们刚刚是在干什么呀？我们没有在做什么，我们在等龙王登基。可谁知道龙王的登基宴上居然混进来一条狗！一条狗？哎，对，这个人就不配称为人，他就是个废物，就是个废物。是啊，我们正在商量如何处理他。不是，我们一直在等叶总管您亲自前来处理他呢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们要处理谁呀？这个叶总，刚刚朝齐王妻自己介绍，在下黄甫浩，是黄甫晴的儿子。逆子，还不快跪下！哇，您怎么来了？逆子，跪下！爸，您不要叫我爸，黄甫才没有你个混账儿子。叶总管，我这大逆不道的儿子，无论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看在大家是在交好的份上，还有今天龙王登基宴的大喜日子，你饶这一命啊，饶这一命！爸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跪下？逆子！你这个逆子，你吃了把我黄甫家给毁了呀！赶紧给我滚开！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黄甫家主都下跪了，看来叶总管对我们擅作主张处理这个李逍遥的事，真的生气了。怎么办呀？会不会连累我们呀？叶总管身为九州六路总管，对于我们这种越级行为，肯定会漠不视情。九州六路排行第3的黄甫家掌权人黄甫老爷都下跪了，那这事儿一定非常严重。小姐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求叶总管原谅！求叶总管原谅！求叶总管原谅！龙，今天是龙王登基的大好日子，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竟然敢大闹龙王登基宴，死罪可以，活罪难逃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叶总管，今晚这事纯属误会呀！误会？对，误会都是误会。今天晚上这个争端了，和我们魏家是没有关系啊！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参与进来啊！对，话虽如此，但确实是我们行事不周，没有分辨好事实，冲撞了您叶总管，还请您放我们王家一条生路呀！对，我苏明也求叶总管原谅，同时可以满足叶总管的一切需求，满足一切需求。我们南宫家也是，我魏家也是。我们黄甫家愿意约出一半家产向叶总管赔罪。黄甫家可是九州六路排名第3的大家族，黄甫家一半的家产，那可相当于魏家全部家当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魏家这个小门小户，就没多少家产，就算是把全部家当拿出来，也入不了叶总管您的法眼，我们还是算了。爸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楠儿，你爸说的他也有道理啊，我们总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家当都搭进去吧？我魏家愿拿出一半家产向叶总管赔罪。哎，我们王家也愿意献出一半家产给叶总管赔罪。苏家愿献出一半家产向叶总管赔罪。我南宫家愿意拿一半的家产向叶总管赔罪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
这次大闹龙王登基宴的事情就暂且饶恕了。我刚刚得到龙王的密令，这次登基宴取消了，你们都散了。不是一个哪儿不开心？哎，老二，等我一下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您舍弃了皇甫家一半的家产？臭小子，你这还看不明白吗？你平时在整个九州六路横行霸道，谁敢管过你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龙王登基宴，你做了他叶总管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杀一儆百。原来叶总管是要给九州六路的家族们立规矩啊！你呀，这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替他人做了嫁衣，真该死！怎么也不至于失去一半家产。爸，您真的要放过他？放过他？那以后岂不是整个九州六路人人都敢在我皇甫家人头上拉屎？蔚蓝小姐，我们皇甫家今日与柳家大小姐谈成了一桩上百亿的订单，不知道魏小姐有没有心思？上百亿的订单，那我们魏家不是可以飞黄腾达了？我们魏家还没有签过上百亿的订单。哎呀，兰儿，谢谢。我李逍遥的女人怎么能逃到别人怀里？谢谢皇甫公子抬爱。如果皇甫家愿意给我们魏家这次机会，那我魏家感激不尽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那就明日皇甫雅苑见。李逍遥，你该不会跟个狗皮膏药一样也会跟来？放心，皇甫公子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到皇甫雅苑来？皇甫公子放心，明天魏兰会独自一人前往。好，我明天可不想听到狗叫。李逍遥，明天你死葬身之地。皇甫这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们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李逍遥，你还是好好担心自己吧。今天你在龙王登基宴上这么一闹，你已经成为了九州六路共同的敌人了。那这100万给你。100万，拿着这100万赶紧跑吧。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毕竟是我悔婚在先，这是我唯一能够为你做的事。李逍遥，这天上掉馅饼啊，赶紧收着吧，还装什么装呢？就是，我嘴上说着不要，我看你拿钱的手比谁都快。谁不爱财呀？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想走？求行了嘛。李逍遥这人虽然装是装了点，但好在今天也没有惹出大祸，拖累我们魏家。我们还是给他让一条生路吧。哎，我李逍遥看老婆的眼光就是好，我老婆人美心善。老婆，那我们明天见啊。兰儿，李逍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当然是来保护你的呀，老婆。保护我？我可是收了你的钱啊，当然是要给你办点事儿了。行了，李逍遥，你就别再胡闹了，赶紧逃命去吧。我今天有正事要办，没有时间搭理你。未来小姐，您来了，快请。您是？哦，我是皇甫先生的贴身助理，先生让我专门在这儿等您。快请。好的，有劳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认字啊？原来你们家皇甫浩少爷知道我今天要来，他以为我准备。李逍遥，你挺有自知之明的嘛？啊，那还不会？我李逍遥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滚。连滚都不会，那你还会些什么？滚，我是自然的，但是你可以教教我。哎，你。哎，你。
李逍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自然是学狗叫。他肯定是疯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我们？哎呦，老婆到手了！你在门口等我，我先进去，有事喊你。好。怎么样？合同没问题？没问题。既然合作达成，那么请魏小姐喝一杯，总该有人面子。好。这就有问题。安娜儿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小友救我！小友救我！畜生！李逍遥，你果然跟狗皮膏药一样长着未来啊！你果然是个畜生，就是不干我的事儿。好点。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未来，你跟我装什么？你不就等着这一天？你胡说！你还在这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啊？你魏家不就是看上了我皇甫家的势力，所以才会跟哈巴狗一样听话？在我眼里，我们一直都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。我魏家确实需要仰仗你们皇甫家，但是我也一再强调过，会以正当的方法回报你，绝不是你这种出卖色相的方式。就算你不乐意，你父母可乐意的很。行了，红，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等着你的救兵来？既然你都知道，那我就不藏着掖着。告诉你，今天你跟魏兰谁都别。看那谁呀？李大哥，他就是你小子大闹龙王的吴继业，这天高地厚的狗东西！李逍遥，我们还是走吧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我们不占优势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黄甫浩，你放我们离开，这件事情就此作罢，我既往不咎，我也不会让其他人知道。不是，魏大哥，求饶就应该有求饶的态度。你看你这样子是在求饶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样？当然是给爷伺候舒服，爷就考虑放你，顺便给我齐大哥伺候。你怎么不让他来了？你无耻！李逍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我的傻老婆呀，你这么聪明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黄甫浩设了个绝招，我们怎么能就这么？李逍遥，算你小子聪。黄甫浩，你如意算盘怎么打的？都知道，唯独一人，这位兄，这怎么称呼啊？那等人就是下特，连齐大哥的威都听。齐大哥，这道不敬心。我就是九州六路杀手榜排名第1的杀手齐天，人称不上齐天。不上齐天，这名字好啊！我打的你叫的更响亮。那个齐天大哥呀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别看我，我老婆害怕你满脸横肉啊，那会儿吓到你。哎呀，李逍遥，你就别再激怒他了。逍遥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我纵横九州六路的时候，你不过是一蝌蚪而已。事到如今还等唱？齐大哥，来点颜色的。乖，你就乖乖坐在这里休息，看我怎么逗猴子玩啊！你，哎呀，行了，少废话，赶紧把你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，最好一次性使，因为你不可能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。好大的口气！保护魏家权，居然敢虚张声势，敢在王府家的地盘上打野！小子，
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别怪我不给你活命的机会。齐大哥，弄死他！弄死他！我说你人怎么啰里吧嗦的？是不是只会打嘴炮？你再不出手，这太阳下来都要吃你屁股了。我数3声了，你要是不出手，我可就要出手。我要是出手了，你就没有机会再出手了。3，小子，你怕是没看清楚情况吗？数到3我就要你的命！2，太嚣张了！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哼，也不知道齐天有多厉害，还以为我好欺负。逍遥，放眼整个九州六路，还没有人能从齐大哥手下活着出来。很快，这张臭嘴就彻底闭上。李逍遥，你一个搓澡师，能有什么本事与九州六路排行第1的杀手比划？可是看你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我又忍不住相信你可千万不能死。耶，想找死，让我成全你！不李少爷，李叔叔，李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也不是泰山，也不是泰山，也不是的，你给我次机会。齐大哥，尿了，这一把年纪了还尿裤子，看起来你这比我还没用啊！这不可能啊！你不相信？这一股尿骚味，你不信跪地上点一点尝一尝，看是不是尿啊？放肆！李逍遥，到底对齐大哥做了什么？我没对他做什么呀，是他自己给自己吓尿了吗？你，齐大哥，下次可别胡乱诈骗了啊！既然我明了，那就先走了。魏兰小姐这是要回家吗？没错，还请皇府家主放我们回家。回家干什么呀？再说也没有人在家里等你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魏兰小姐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一切都清楚了吗？爸妈，皇甫兄，你竟然用家里人威胁我，太卑鄙了！卑鄙？我皇甫雄最喜欢卑鄙。你看这个下贱的搓澡师，龙王的封王大宴上，让我们皇甫家损失了一半的家产，那我皇甫雄就用最卑鄙的手段把我们损失的家产夺回来。那我甘愿做那个最卑鄙的人。你想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把你们魏家家产全部积欠给我们皇甫家，以此来弥补你们两对狗男女对我们皇甫家造成的损失。除此之外啊，还要把刚才没做的事做完。皇甫雄，看来登基宴上给你的教训没能让你们家长记性。这毛都没长满的小子，竟然在我面前放肆，生狗眼看人！爸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放了去吧，可以啊，那就在这个财产转移协议上签字吧。好，我签。签完了，那就脱吧。好，我脱。帮你脱吗？这废物敢打我！你找死啊！我找死，他找死他是你吧？我是他的主公，我就站在这儿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少不了太人的狗男女，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往上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起开！喂，这一切都是你手出来的事儿，要不是你在登基宴上护着那个下贱的狗东西，我们魏家何至于此呢？你是我的错吧？要是早点投了那个黄埔公子，哪里有今天的事儿？你这个不孝女！我告诉你，你再和那李逍遥一个鼻孔出气，看我打不死你！狗东西，没想到你还挺有能耐。没用的东西，我支持。皇甫家主，请你饶命啊！饶命！皇甫家主，饶我们一命啊！兰儿，你还不给他跪下，求皇甫家主饶我们一命！还是我兰儿有本事，我还在这儿，你们是膝盖上没长骨头吗？说跪就跪。
李逍遥，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们魏家好歹也是九州六路排名第6的家族，排名第6的家族，跟你们2个有什么关系？这都是男儿一个人。东西，有点能耐啊！不是我有东西，是你们家养了一堆废人。柳小姐啊，哎呀，我这儿有点小忙，麻烦你过来帮一下啊。电话也不接，那只能来家里碰碰运气了。喂，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一会儿柳小姐就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小姐连如花大将军那可是莫逆之交，而且还见过龙王的尊荣。李逍遥，我是被你害死的。王府家族，王府家族，请您饶过我们，您高抬贵手，这个事儿全是他挑起的，和我们无关了，就请您放过我们吧。跟你们没关系，老东西，他是你们家女婿，他犯了罪，你们一家都无法偿还。王府家主啊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女婿啊，我们魏家早就和他断绝关系了。王府公子啊，这事你是知道的，你快帮我们说说话吧。口头上是推婚，但实际上这对狗男女每天都腻在一起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他们已经没有瓜葛了？我懂。兰兰，你赶紧给皇府公子道歉。今天呢，务必要让皇府公子开心啊！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全身而退，就全靠你了。她可是你女儿啊，你把她往火坑里推，这孩子都是你逼的。要不是你招惹他们，我们何至于此啊？我爸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注意。魏大小姐，这样，只要你陪我一晚上，这事就算了。要是一会儿柳小姐，那我可就不好说。哎呦，兰儿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你快答应啊！你难道想让我们都死了不成？皇甫公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我今天算是开眼了，哼，世界上竟然有你们这种事。李逍遥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们是我亲生父母，生我养我，一手把我带大，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你这是我魏家的事情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你这是愚孝啊！有我在这儿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个蠢货动你一根手指头。李逍遥，够了！一会儿柳家大小姐来了，你可招惹不起她。快走，你别帮我们了。跑哪儿去？砸我们家场子，坏我的好事，还想跑啊？当我是透明的吗？李逍遥，你刚才有多嚣张，以后就有多卑微。柳安安，就算他来，我想走，他也拦不住。好大的口气！就算不把我柳安安放在眼里，难道也不把九州六路唯一的如花大将军放在眼里？龙王这个意思是不要让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小人魏家家族得罪皇府家族的是此人，与小人无关，请柳大小姐高抬贵手，勿要迁怒于魏家。哎呀，我请你来请我呀，柳小姐。又这个人大闹龙王的登基宴，害我皇府家一半的家产没分走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把你和如花大将军放在眼里，简直是罪。李逍遥，见着柳安安小姐，赶紧下跪求饶，是不是见了柳安安之后有点吓得不敢动她了？柳小姐，帮我惩戒这个好色之徒，300亿订单的利润，我高手相让。什么买订单？别跟我胡说八道！柳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啊，柳小姐，是100亿订单，我们不是已经签了吗？再说一次，把你嘴给我闭好！没有什么100亿订单。来此之前，我已经调查清楚，你黄甫雄、黄甫浩两父子在龙王的登基宴上肆意妄为，自愿交出一半家产，可转头就把这笔债算到魏家头上，打着我的名号欺压魏家。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柳小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不该在外人面前丢你的脸。错，跟我道歉有什么用？你该给名节受辱的姑娘家道歉。那个兰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原谅我。打着我的旗号在外惹是生非，你真当这九州六路没了你皇甫家不行？你再给次机会，保证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没有下次了，
即日起，你皇甫家在这九州六路除名。柳啊，你就是如花大小姐身边的一条狗，你真还当自己是一回事啊？不凭也能让我世代盘踞在九州六路的皇府世家重名？你们俩自寻死路！自寻死路？这是皇甫家的地盘，自寻死路，你很快就知道谁在自寻死路。来人！皇甫兄，我要说多少遍，你养的这一群废物，就算来100个、1000个、1万个，都动不了我一根手指。李逍遥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天下无敌了，我分分钟让你身首异处。少啰嗦。是。你干嘛？你我你干嘛？干什么呢？那个逍遥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不是老二，柳安，从今往后，你如果再敢拿如花的名义在外恶意敛财，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。好自为之。寇生是回来了，可我们吓惨了。哎呀，这群保镖是中了什么邪了吗？那些啊，我哪知道？这次我们能回来，多亏咱们魏家祖宗保佑啊！男儿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你马上给我和这个搓澡师划清界限，这发生的一切全他造成的。你这个狗东西，看你这个倒霉呀，活该你在魏家吃软饭。我们家发生的这么多事情，全部是你造成的。就是，自从他跟了我们以后，啥事没干成，还差点让我们丢了性命。跟着我回魏家，真是没皮没脸的。男儿啊，这看人的本事，你可得多跟我学学。和这么一个烂不上墙的东西不清不楚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做我老婆了。我跟兰儿经历了这么多，自然是心心相印，情比金坚。什么？兰儿，你要嫁给他？兰儿啊，这个窝囊废说的全是假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不要吓妈妈呀！感情这种东西，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坦然面对。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任何感觉。妈，对不起。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妈，我不想和逍遥结婚了。什么？爸妈，请受女婿一拜。谁是你爸？谁是你爸？狗东西，你没资格叫我爸你！兰儿啊，你糊涂啊！你快起来，这么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兰儿，你如果执意要嫁给这个下等人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是啊，你要是敢嫁给这个窝囊废，你就不要再欣慰了。妈，你什么你发誓你不要嫁给这个窝囊废。妈，起来！哎，不要再叫我妈了。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都变成什么样了啊！都变成一个不要脸的娼妇了。兰儿只是不愿意跟我退婚，你们也不至于恶言相向。再，她也是你们的亲生骨肉。魏家人说话难以插嘴的饭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站在这干什么？敢不敢滚？你让我滚？没错，就是你，让我们20年的心血打水漂。伯父伯母，我想兰儿应该有她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况且，她跟我在一起，一定会是整个九州六路最幸福的女人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请你们相信我。相信你？相信你这个下贱的搓澡师啊！啊！爸，逍遥虽然只是个搓澡师，但是他比人面兽心的黄甫浩强多了。你还敢提黄甫浩？要不是你招惹他，我们家怎么会遭此横祸？妈，我没有招惹他，明明就是您非逼我攀上黄甫家的关系。你干什么？狗东西，放开我！伯母，我一直念在你是他母亲的份上，再三容你，但是请你不要太过分。哎，这个狗东西居然敢动手，老子跟你拼了！
小瑶做什么呀？爸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不看白眼狼。老二，老二，奇怪，怎么摸不到老二的脉搏了？如花，迅速帮我查询九州六路第一神医薛亮的位置，我现在就要见你。哥哥，听到了吧？或者说的是脉搏没了，该不会就这么死了？变动这么大，还没为我们做点什么，可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这要是死了，那我们魏家的财产可都还在他的名下。兰儿，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了？不知怎么的，浑身无力。我这就带你去薛神医家里看看。干什么的？知不知道这里是九州六路医术第一的薛神医府邸，就敢擅闯？我当然知道这是薛亮的府邸，赶紧让他出来见我。出来见你？开什么玩笑！薛神医是谁？薛神医背后是如花大将军。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还敢来这儿撒野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识相点，你赶紧给我让开！让我？你小子口气不小。九州六路的大人物我都认识，你又是什么？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李逍遥。李逍遥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打着洗澡的名义偷看女人洗澡的那个下流的搓澡师啊！你还没被人打断双腿吗？居然还敢来薛神医这里捣乱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来闹事的？我是来看病的，我没时间逗狗，你赶紧给我让开！好你个李逍遥，你居然敢骂我是狗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还奢望见薛神医，要见到地府去见吧！大老远就闻到一股寒酸的味道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原来呀，是这个卑贱的搓澡师。南宫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干爹说有一个大人物要来，让我先来迎接。没想到在这儿撞见了这个狗东西，真是晦气！你们要在这儿吵吵嚷嚷的，要是惊扰了贵宾，我要你好看！都是这小子要擅闯薛神医家，一个穷酸的下等人，虚张声势，竟还想让薛神医亲自迎接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几日不见，李逍遥，没想到你还是这副找死的样子。丫鬟就是丫鬟，本本分分的站在旁边伺候人就是，不会说话不要说话，竟然敢说青云姐是丫鬟，你简直不想活了！李逍遥，还不快滚！要是耽误了我迎接那位大人，我10条命都不够你赔罪。大人物？什么大人物？就你这种卑贱的搓澡师，有什么资格知道？整个九州六路没有比我更大的人。口出狂言！李逍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滚！我要是真走了，你可就真交不了差了。你的意思，你就是南宫小姐在这里迎接的大人？没错。你少吹牛！整个九州六路谁不知道，你就是个好色的搓澡师而已。你要是南宫小姐迎接的那位大人物，那我就是那位大人物的儿子。说来说去，原来是想当我儿子呀！不过你这脑子当不了我儿子，最多当条狗。李逍遥，我不想听你在这胡说八道。保安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赶出去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动手，因为这点小事丢了性命可不值当。那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行了，逍遥，你别装什么大人物了。我感觉我已经好多了，没有必要求见薛神医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兰儿，我真的是那个大人物。逍遥，
你就别吹牛了。你能是什么大人物？你难不成还是龙王吗？你要是龙王的话，那我就是龙王之妻了。咱们俩还至于在这里受这份气吗？你一声令下，九州六路谁人不听于你？现在就算当着兰儿的面承认我就是龙王也没用，兰儿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影响兰儿的病情。我还是先隐瞒下去了。蔚蓝，你不会真的看上这个搓澡师了吧？我可好心提醒你啊，找到一个好男人，对我们女人来说，那可是事关一辈子幸福的事情。像他这种只会说大话的男人，能靠得住？我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小姐，人家非要往火坑里跳，咱们也拦不住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两个就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，赶紧滚！南宫小姐因为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的火？苏家家主，您来了。苏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难道干爹让我来迎接的人就是您？薛神医怎么知道我要来求2副药呢？不过这里除了我有资格能让南宫夜专门来迎接之外，还有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逍遥，又是你！还敢跟着过来，看你脸皮是真够厚的。我脸皮哪有你厚啊？真把自己当大人了，自己输出去的家产赚回来了。薛老头，赶紧出来见我！放肆！敢侮辱薛神医，我看你不想活了。哟，魏大小姐，没想到你表面上清纯，背地后里玩的这么花呀！在登基宴上口口声声说和李逍遥这个废物没有一点关系，怎么转眼就搞在一起了？我看你骨子里是真够骚的。苏明，你说话放尊重点，你再敢侮辱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李逍遥，你有什么可嚣张的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现在魏家人已经把魏兰拿出来竞标了。价高者得，谁出钱出的多，他就跟着谁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和李逍遥这点破事儿，在九州六路已经传开了。现在，你父母急着把你给卖了，可惜喽，卖不上什么好价钱了。李逍遥，看到没有？魏家人宁可把魏兰给贱卖了，也绝不会骗你这条贱狗。找死！李逍遥，给我松开！李逍遥，这是我干爹的地盘，容不得你撒野。逍遥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给老子准备500万，我要把魏兰给买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只要钱到账了，魏兰就是你的了。听到了吗，李？魏兰现在是老子的人了。魏兰，还不快给我滚过来！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你想娶，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有个屁用！现在老子钱已经到账了，魏兰就是我的人了。以我苏家在九州六路的地位，灭你李逍遥，弹指。就你，李逍遥，你笑什么？魏兰，你不就是喜欢搓澡的吗？像这种花活，我告诉你，今晚我就能满足你。你妈要是没教过你教养2字怎么写？我现在有时间，不妨教教你啊！李逍遥，你个臭搓澡的，竟然敢打我！逍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得罪苏家。我们还是先回家吧，我不相信我爸妈会这么对我。兰儿，你怎么还惦记着你爸爸？天底下哪有父母卖自己亲生女儿的呀？哎，兰儿，你别哭，有我在，你别害怕。我不相信。站住！想走没门儿！李逍遥，你在东京宴上多次对我不敬，
刚才还敢对我大打出手，现在还想带走我的小妾。告诉你了，李小瑶，今天你不跪下来给我磕够10个，老子要你的狗命！看来是我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还想让我跪下？你要不跪下，我今天让你走不出这间房。今天你走不了。李逍遥，我已经跟干爹说了，有人在这闹事。干爹说很快如花大将军就要来，等如花大将军来了，要你的狗命。如果真等他到了，恐怕要的就不是我的命。一个下贱的搓澡工而已，敢在我苏明面前嚣张，都不许走！魏兰，你这个婊子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李逍遥从来不打，你是第一个。逍遥，打死你！你是第二个。李逍遥，你好大的能耐啊！居然打女人！我这怎么能叫打？我这是教育教育他们怎么做人。一个满脑子只知道酒色的废物，还想娶我？做梦！魏兰，我劝你也不要太嘴硬。我可是苏家家主，苏家在九州六路可是排名第4的大家族。你只要把老子给伺候高兴了，以后苏家的家产那不都是你的？跟我结婚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和你结婚，除非我死。魏兰，你不要嘴硬，钱老子已经付过了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。对了，我还是先教教你，天大地大，老公最大。不如我教教你该怎么做人。李逍遥，你个废物敢打我！魏兰，你个骚狐狸精，平时老子给你的脸色太好了是吧？真把自己当个人了。没家教的东西，就是你爹在这儿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。李逍遥，再敢动手打我，我让你活着离开不了这间房。敢对龙王不敬，找死！龙王，骂呀！怎么不继续骂？你以为你打着龙王的名号，在这里招摇撞骗，就能泡到这个妞？李逍遥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找死！还敢口出狂言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死！还不去把薛神医请来？是。薛神医来了，好好收拾这个冒牌货！李逍遥，你可真是不吸取教训啊！又请来这位演员，怎么这回演的是谁啊？你眼睛瞎吗？看不出来他是如花大将军吗？请龙王原谅，之前如花因为身体原因曾经向薛亮求医过，并承诺之后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回报薛亮，但没想到他竟然借着我的名义恃强凌弱，请龙王责罚。起来吧，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。谢李逍遥，没想到你今天找的这个演员是冒充如花大将军。这个是你自寻死路。整个九州六路谁不知道薛神医有恩于如花大将军？两人可是见过面的。一会儿薛神医到了，你又多了个假冒如花大将军的罪名。这次就算是天皇老子来，也救不了你。逍遥，你怎么又把这个演员叫过来？然而，他真的是如花大将军，相信我。逍遥，我从本质上我能看出你是个好男人，不过你不但爱说大话也就罢了，你还这么爱说谎话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兰儿，我向你发誓，我绝对没说谎话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真的是如花大将军？货真价实。那你就是九州六路万人之上的龙王？千真万确。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兰儿，你相信我呀！放开我！李逍遥，这是你活该啊！还说自己是龙王，假冒龙王，这下连魏家都要受到牵连了，注定要诛九族。看来兰儿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我是龙王的真相，只能慢慢来了。
兰儿，就算我不是龙王，但他的确就是如花大将军。一会儿薛亮就来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要想走，走不了了。李逍遥，你敢找野人冒充如花大将军？等如花大将军来了，立刻会把这个冒牌货给处死。苏明，你敢出口伤我，找死！还敢骗人！如花大将军的威名在九州六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如花大将军那是骁勇善战，屡战屡胜，无一败绩。岂是你这种油头肥耳的东西能比的？得罪了我苏家，我看该死的是你们！真是有眼无珠啊，眼睛白长。龙王，我这就把他五马分尸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将我五马分尸？等一会儿薛神医到了，他如果认你，那我就相信你。那个时候，老子自己动手把自己给五马分尸了。哼，真是笑死人了！你要真是如花大将军，为何我从未在干爹这里见过？想见如花，你还不够格。薛亮，限你3分钟，马上出来见我，否则我如花踏平你薛府！这个牛倒是越吹越大了，敢辱没薛神医，老子今天就替天行道，让你命绝于此，为九州六路除害！立刻送你们上断头台！逍遥，咱们赶紧走吧！我求求你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！兰儿，有我在，放心，别怕啊！是谁在这大呼小叫的？干爹，外面薛神。薛神医啊，上次您给我开的那副药，真乃神药呀！我吃完了以后，晚上大战了300个回合，简直是醉生梦死，那种感觉太好了。但是啊，自从我停了药以后，最近那方面有点不行。魏兰，等我吃了那副药，也一定让你欲仙欲死啊！干爹，这个李逍遥一直在这儿闹事，一个身份卑贱的搓澡师，非要说是你口中的大人物。还有那个魏兰，就是个荡妇，不用理他。至于这个死胖子，竟然敢冒充如花大将军，还请干爹立刻将他们3个人就地正法。你说要把谁就地正法了？那就是那个冒充如花大将军的死胖子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李逍遥，现在薛神医来了，我看你这出戏怎么演。这出戏我还能演吗？能够站在如花大将军身旁，淡定从容地号令全场的人，那只能是薛亮拜见如花大将军。如花大将军，他真是如花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侮辱本将军，立刻处斩！不，如花大将军息怒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刚才是谁在那嚣张啊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我愿意奉上苏家所有的财产，即刻滚出九州大陆，只求如花大将军饶命，饶命！你觉得如花将军在乎你的财产？梁国将军，求你看在咱们两家相识多年的份上，替我求一次情，饶我一命吧。干爹，我错了。现在跪我还有什么用？我跪为如花大将军啊！如花大将军，我错了，我求你饶我一命，求求你！你早该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是谁刚才说要五马分尸的？求如花大将军饶命！饶命！根本不能饶过你。之前呢，在龙王登基宴上已经饶你一次了，结果你不知道悔改。这一次，来人，把苏明拉出去，五马分尸！大将军，大将军饶命啊！大将军饶命！至于你南宫夜嘛，这南宫家乃是世代忠烈，乃是九州六路第一的武将世家。你说他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，在这目中无人，肆意妄为？从今天起，南宫家将被逐出九州六路。至于你南宫夜嘛，自将挖取双目，
逐出九州六路，自生自灭。来人！如花大将军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错了，不要如花大将军，求求你，如花大将军，不要！至于你，哎，行了，薛亮，这还有个病人，快过来瞧瞧。啊，是。魏小姐是罕见的血液疾病，必须要换血。什么？换血？耽误不得。老二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下刀魏兰小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快来，直接拍手术。是，我马上来。根据检测，魏兰小姐爸妈的血液大不相同，所以无法给她献血。用我的血吧，我的血从小用药物浸泡，有修复的奇效。龙王，你乃九五至尊，怎么能用您的血？无碍，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不要让第三个人知。是。虽然血液不相容这件事情经常发生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。你去叫叶云舟安排一下，调查一下兰儿的身世。龙王，您这是？没错，我怀疑兰儿不是他爸妈亲生的。有哪个亲生父母会这么对自己的孩子？兰儿，有我在，你别害怕。魏小姐，怪就怪太多的人想要你的命，只要你死了，才能让更多的人开心。干什么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有人擅闯魏小姐的房间，还企图往魏小姐吊瓶里注射不明液体。你胡说什么？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，你要往魏小姐的吊瓶里面注射不明液体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兰儿是我的妻子，是我费尽心思追到手的老婆，我怎么可能对她下手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就是个下贱的搓澡师，你想杀了魏小姐，独吞魏家的财产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啊！说，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李逍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兰儿下此毒手！让你把牢底坐穿！魏兰小姐的家属们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就是这个人，他鬼鬼祟祟的潜入魏兰的病房，想要谋害魏小姐。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魏小姐可就……我警告你啊，污蔑可是重罪，可以诛你9族。你少威胁我，我亲眼所见，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还知道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？逍遥，又是。你能不能找条口链子把自己给拴住，不要到处乱跑？李逍遥，我们兰儿刚刚死里逃生，你为什么要害她？哟，你们俩从一进来就污蔑我，是我害了兰儿。看来他背后指使的人就是你们吧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，哪有亲生父母害自己女儿的？行了，李逍遥，你少在那儿狡辩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赶紧滚！否则一会儿事情闹大了，没你什么好处。让我滚？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！又开始装了！你一天到晚到处装叉，你做什么来了？我都替你感到害臊。再说一遍，赶紧滚！这么着急让我出去，是不是因为他刚才没有成功，你们想找机会重新害他？不用找了，你兜里的东西就在这儿。这我一糖尿病，这是胰岛素，我每天都要打的。胰岛素？你说它是胰岛素，那你当我面注射？我已经注射过了，你现在再让我注射是要死人的。李逍遥，你是不是要害死我呀？李逍遥，够了！你刚才想谋害兰儿，现在又想谋害他妈妈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
赶紧跪下，给我们磕头谢罪！让我跪下，说我没有人性，我可比你们俩有人性多了。既然你说他是胰岛素，那我就找人调查一下，这2根管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样？我劝你们，赶紧现在向兰儿谢罪，否则我让你俩把脑体做穿。王院长，李逍遥，这间医院是我的，抱歉，我这儿不欢迎你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哼，原来这个医院是你们王家的财产，怪不得你那么膨胀。可是我就是不想滚出去，你能把我怎么办？李逍遥，你要谋害兰儿的人证物证俱在，想活命赶紧滚出去！还真是狡辩！我要是滚出去了，兰儿不就成待宰的羔羊，任你们宰割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兰儿半步。李逍遥，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你要是还赖在这儿不走，你信不信？今天我绝不能让你站着走出医院。不能站着，那就躺着呗，反正刚做完手术，还有点累。你真以为这是你家？整个9州6路都是我家，我要是想，很快这里也就是我。要不是因为兰儿在这里治病，我是不会看你们这里一眼的。唉，小子，你是不是真忘了，你只是一个下贱的搓澡工？是不是跟魏小姐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让你产生了你也是上有神意？这个狗东西跟着我们兰儿，就是为了兰儿名下的资产。我可怜的兰儿，鬼迷了心窍，竟然被这个狗男人给欺骗了。回去！你要是敢动兰儿一下，我要了你的命！这个废物，你还挺能叫的。我还真好奇你在我们兰儿身上到底搞了多少钱？你觉得呢？哎呦，钱啊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可就是买不到品味。还好意思跟着我们兰儿这么长时间，还和穷酸一样亲。就是，兰儿是我的女儿，我还不能看我女儿了？你家住海边吗？你管这么宽？我管的的确宽，整个9州6路就没有我管不到的地方。我要是想管，我哪儿都能管。至于你，我现在非常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父母。你胡说什么？李逍遥，竟敢在我跟前胡说八道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文规下？李逍遥，你是真能胡扯，那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儿子呢？啊？有没有胡扯？你们一会儿就知道。兰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爸妈，你们来了。王家家主，你也在。你们都是来看我的吗？兰儿让你们飞行了。我是来看你的，他们是不是来看你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兰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知道这个李逍遥趁你在昏迷的时候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这个李逍遥，他就是狼子野心，他为了谋夺你的财产，他给你下毒药，那个就是证据。哦，原来这里面装的是毒药啊！你不说我还不知道。少装算了，我们医院的乔护士亲眼看魏小姐的药里输入毒药，你在这装什么呀？吴小姐，你可不要把一个害你的人留在身边呀，把辛苦养大爱你的爸妈推离身边呀。他们也算是爸妈嘛，亲手把自己的女儿拍卖，想把自己的女儿毒死，然后剥夺女儿的财产。住嘴！小瑶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爸妈怎么会给我注射毒药要害我？这简直就是无敌！那这2根毒药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妈第一次想杀你没有成功，她还想来第2次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李逍遥，在我的医院闹事，
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个蝼蚁，能让我付出什么代价？真是反了天了！一个好色之徒竟如此狂妄。知不知道王家是在九州六路里排名第5的大家族？大家族，在我面前也敢称大家族？混账东西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户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想唬住谁呀？这在场的各位，谁不知道你的底细？告诉你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。一个下贱的搓澡奴，在这摆什么？如果我不是搓澡，你不是搓澡奴，哎呦，就是一个在阴沟里的老鼠啊！就是一个只会偷看女人洗澡的无耻之徒。怎么？难道你要说你是龙王？没错，我就是龙王。大胆！李逍遥，你竟敢冒充龙王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整个九州六路，我要马上向叶总管禀报，放身上。好啊，那就把叶云都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他要了我的，还是要了你们的命。好大的口气！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龙王了呀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敢对叶总管不敬？不仅如此，他还想谋害我的女儿。没错，人赃并获。听说薛神医最近就在这附近，让薛神医过来作证。对，没错，薛战他就在这，我叫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把大名鼎鼎的薛神医叫到我这里来了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李逍遥，你吹牛还是打打草稿吧？薛神医是谁啊？那薛神医可是咱们九州六路排名第1的神医啊！多少豪门贵族排着队等他看呢？你一个下贱的搓澡师，能使唤薛神医啊？这种话他也说得出口。李逍遥，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啊？哼，他能有什么羞耻心？我这就去把薛神医叫过来。你把他叫来做什么？怕了吧？来不及了，现在就去叫，马上去叫。我看怕的人是你。刚好，薛亮的电话我来叫。薛亮，你给我安排的这是什么位置？现在医院的人要赶我走，你最好赶紧滚过来解释。逍遥，够了，适可而止吧，咱们回家吧。咱不走，咱就安心在这里养伤。我要回家。回哪个家？你还没看出来，眼前这对父母根本就没有把你当亲生骨肉，他们又是卖你，又是拍卖你，又是给你下毒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不想知道。你别怕，只想回家。别怕，有我在啊！行了，李逍遥，你不是说让薛神医滚过来吗？怎么还没滚过来啊？啊！贼喊捉贼，我们家男儿能信你的话？我们养大的女儿肯定是信我们的。怎么回事？薛神医，这小子冒充龙王，在我们医院捣乱，我这就把他给赶出去，不然他破坏我们医院的名声。薛亮，我本来以为你会自己悔过，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这是什么？薛神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2天你不是在我们医院给一位大人物做手术吗？这小子说您是他小弟，说什么挥之则来，呼之则去。您正好来了，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。听见没，李逍遥？别人薛神医这正好在这儿给一个大人物动手术，恰好路过，可不是你什么电话打来的。难道还要当着薛神医的面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？就是，像你这种没皮没脸的人，说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薛亮，我能不能指挥你这个小小的事？指挥得了，当然指挥得了。只是我这次没有打理好。不过，这一切的行为都是这群人自作主张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求你原谅。逍遥，这都是真的吗？求你原谅啊！薛神医，您干嘛下跪呀？他就是个小人物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
还不住嘴！你想害我家破人亡吗？薛神医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不是你们王爷的。薛神医，他李逍遥就是一个臭脱稿工，他是什么大人物？他就是个屁呀！魏武，你才是个屁！敢跪地求饶！给他跪下！凭什么呀？不想死的，马上跪下！薛神医，这李逍遥我们可是知根知底呀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岂有此理！他的大名岂能从你的沟子里说出来？薛神医啊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就你呀，你也不会知道他的身份。您二位别生气，我这就把这里离这外面打点好。您二位想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尽心尽力的照料二位，肝胆涂地。薛神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也不会知道。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还不给我滚出医院！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小姐，对不起。来不及了。薛神医，别叫我神医，我薛亮，不认识你这个人。薛神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发生什么了？你跟我说呀！今天晚上你做了什么？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？我做什么了呀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！家父与薛家乃世交的份上，特意安排到你医院来做手续。不上手，让我们薛家和你王家携手直入云霄。可是现在却被你这个不长眼的全都给毁了。王家难道还要毁我们薛家吗？不可能！我不信，还不住口！李逍遥就是一个臭脱稿工，他骗了你薛亮，但是骗不了我王府。我已经给叶总管打电话了，叶总管马上就会来。李逍遥，你他妈装不下去了！装不下去了，坦白就是。看，这小子怂了，李逍遥怂了。哎，你们还跪着干什么？快起来呀！给他下跪，他有这个资格吗？王伯，今日是你自寻死路，我也救不了你。薛亮啊薛亮，你还是太无知了。等叶总管来了，你就等着跪叶总。你这个叶云舟叫了半天了还没过来，看来你的关系不够硬。李逍遥，你装什么装？等叶总管来了，要你好看。你不行，还得是我。我现在就给你打个交道。叶云舟，我限你3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。李逍遥，你还在装？还叶云舟，叶总管的大名是你能叫的吗？1分钟，如果你1分钟出现不了，我龙王这个位置让你。哎呀，精彩啊！影帝，妥妥的影帝。李逍遥，你这大辈子全花在演戏上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啊？叶云舟参见公主。叶云舟，你终于来了。不可能！李逍遥不过是个下贱的脱稿工，他怎么可能是龙王？大胆！你竟然敢辱骂龙王！逍遥，不，龙王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吧！刚才不是还嘴硬，怎么现在就开始求饶？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！行了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以后每天自己扇巴掌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按时上班，不得迟到，不得旷工。说下去，
来人，把罪人王博拖下去。陆瑶，你真的是龙王吗？我既是龙王，也是你老公，也是我李逍遥。聂云舟，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回龙王，魏兰小姐与现在的亲生父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至于她的亲生父母还在寻找中。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饶命啊！我饶命啊！我饶命！我饶命啊！你们3番5次的谋害兰儿，早就该死1万次。不过念在你们对兰儿有养育之恩的份，我饶你们，下半辈子就在大牢里。滚！至于你们俩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即刻杖毙。是。